哎，延边，是这样。这是一部被无数影迷封神的韩国电影，某办超200万人打出了8.5分的逆天高分。有人说这是韩国最好看的犯罪电影，没有之一。该片不仅让千面影帝何正宇拿奖拿到手软，延边战神连正赫更是通过此片一战成名，成为韩国电影3大战神中的最强王者。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延边自治州，这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朝鲜族。由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落后，在延边有一个普遍的现象，许多朝鲜族家庭会把妻子送到韩国打工，而男人则留守在家里，靠妻子寄回来的钱改善生活。男主金九男就是其中的一员。1年前，他借了6万块钱的高利贷，把老婆李花子送去了韩国打工。可谁知花子到了韩国后，不仅没有给家里寄过1分钱，而且连电话都没有打过，夫妻俩就此失去了联系。邻居们都说花子肯定在韩国找了男人，再也不会回来。为了偿还欠下的巨额债务，九男只能拼命跑出租赚钱。可微薄的收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债主天天登门过来催债。无奈之下，九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赌博上。可常人10赌9输，他却是逢赌必输，经常在麻将馆因为输钱和人干仗。然而凭借过人的打架本领，当地朝鲜帮老大老棉却看中了他。老棉找到九男，给他介绍了一个活，让他去韩国首尔杀死一个大学教授，并把对方的大拇指带回来。事成之后，老棉将支付6万元作为酬劳，这显然是为九男量身定做的。 빨리 연락달라. 강산 찾기 전에. 晚上回家后，看着年幼的女儿，九男满脑子里都是妻子跟别人说的画面。于是他把心一横，答应了老棉。殊不知自己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在老棉的运作下，九男几经辗转成功偷渡到韩国。负责接应的蛇头递给他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回国的日期和地点。按照老棉的要求，九男必须在10天内完成任务，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国了。 可杀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目标人物虽然是个大学教授，但背地里却经营着诸多黑色产业。身边不仅有专职司机全程守护，家里的走廊上还设置了一道金属防盗网。九男只好每天半夜站在楼下等待目标出现，计算好对方回家的规律。经过连续3天的观察，他发现每当教授走到4楼时，感应灯一灭，司机就会驾车离开。这让九男一下子看到了机会。 他开始利用白天在楼道里演练，通过感应灯亮起和熄灭的错峰时间，很快他就排练出一套完美的杀人方案。趁着在韩国还有几天时间，九男开始四处打探老婆的消息。通过一个中国饭店的老板，九男得知花子和一个叫老丁的货车司机经常来往，于是他立刻找到了老金，二话不说上去直接一顿暴揍，成功从对方嘴里问出了花子的住址。可当他找到住处后， 发现屋里面一片狼藉，地上有未干的血迹和女儿的照片。隔壁邻居说，就在1小时前，听到一男一女在大声争吵，随后2人便离开了。九男听完，拿着刀回到屋里蹲守，他要亲眼看看是谁勾引了自己的老婆。可连续蹲了2天都不见有人回来，眼看离10天期限越来越近，九男打电话请求老棉宽限他几天，但却被老棉果断拒绝。老棉以他的母亲和女儿为要挟，让他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杀掉教授。没办法，九男只好决定当天夜里行动。 然而，就在他准备走进大楼时，突然有2个男人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张望，随后走上4楼，再也没有出来。九男顿时有点懵了，这和他的杀人计划似乎一模一样。难道杀个人也有人要截胡吗？可还没等他弄清楚状况，教授的车子准时回来了。随着感应灯一层层亮起，楼内很快就发生了搏斗，掉落的玻璃碎片瞬间引起了司机的注意。九男急得团团转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 突然间，一个男人从楼上坠落，司机见状立马砸碎玻璃门，冲进大楼。眼看自己的计划已经被打乱，九男只好从怀里掏出刀，咬牙冲了进去。此时走廊里早已经鲜血横流。然而，当九男小心翼翼地走到楼上时，眼前的一幕彻底把他惊呆了。